最纯恶的那一年，我给陈进打工，抄一天笔记换一顿饭。后来大学毕业了，陈进来找我，200万，过来，你来给我当未婚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念高中那会儿，我妈不给我钱，1分钱都不给。她说我有本事强着去上学，还怕没钱吃饭。可我还是去上学了，揣着偷偷攒下的200块钱就去了。200块钱省吃俭用花了半个月，后来钱花完了，就喝水。那时候班里还没有烧水器，冰凉的纯净水灌了一肚子，秋天天凉，感觉胃里都结了冰。一摇晃都能听见胃里的水声，我就那么饿了3天，14岁的年纪，饿了3天，看见人都想啃2口，路上的草都得揪住尝尝味。后来快饿晕的时候，陈进在我旁边吃饭，我看着他，他侧头对上我的目光，我没动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的饭。陈进被我看得毛骨悚然，小声问我要不要一起吃。我眼睛一瞬间亮了，可以吗？他松了口气，点点头，吃吧。我妈给我装得多，反正也吃不完。后来陈进跟我说，我当时的目光看起来不像要吃饭，像是要吃他，把他吓得总觉得把饭给我，才能赎回了他的一条命。我有很长时间都给陈进打工，上课帮他抄笔记，下课帮他擦桌子。换的东西不多，1顿饭、2顿饭。他每次带饭多带1份给我，1份饭我分成早中晚，还是吃不饱。陈进就给我塞他带来的零食，这个是牛肉干，我妈春节带回来的，应该还能吃。我拿过，嚼嚼嚼，嚼不动，嚼嚼嚼。这个是中秋节的月饼，我接过，5仁馅的，嘎巴嘎巴，嚼嚼嚼。这个是我妈买的健胃消食片，我犹豫了一下，麻溜拆开，嚼嚼嚼。陈进东西是上课塞给我的，我也是上课偷吃的。后来下课了，他看着我睁大了眼，2大盒健胃消食片你也给吃完了？他一脸生无可恋，薛嫣嫣，我不会把你养死吧？他能不能养死我不清楚，反正我快饿死了。我很长时间都靠陈进带过来的吃的活着，直到国庆假期。国庆我一开始想回家，结果刚到家就被我妈拎着脖梗拽出门，我妈不让。我妈说我上1天学，她就1天不认我这个女儿，别的女孩这个年纪都去广东打工了，就我娇贵，我不去。我既然这么能耐，不听话，那就别靠家里，以后就自己养自己，干脆别回家了。我抽抽鼻子，拎着书包局促地站在门口，屋里传出来炖鸡的香味，和大门敞开着。我妈把鸡肉端出来，弟弟妹妹抢做了一团。小妹握着鸡肉看了我一眼，被我妈拍了一巴掌，吃你的，看他干嘛？小妹不动了，老老实实坐在那里。我垂头，房子昏暗的灯光拉长了我的影子，影子垂头丧气的。后来我妈把门关上了，光线没了，我抱着书包走了。那天我在火车站住了1宿。第2天，我醒来看见陈进，他要和他爸妈出去旅游，在检票口一抬头看见我吓了一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妈不让我回家住，火车站这边暖和。我草了，是亲妈吗？是。那天陈进没上火车，他不知道跟他爸妈说了什么，他爸妈送坐火车走了，他自己留下来了。他送完人回头，看着我叹了口气，走走走，去我家。他走前边，
我忙背上书包跟上。陈进大我2岁，身高腿长，他走1步，我得走3步。他走了2步回头，把我书包拿走了。我抬头瞧着他，他对上我的目光乐了。薛嫣嫣，我就是个倒霉蛋，怎么碰见了你？我爸妈本来要带我去海边玩呢，结果我现在再给你背书包。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你饿不饿？得嘞，趁哥现在有钱，带你下馆子。我在陈进家住了7天，陈进家跟我家不一样，我家4个孩子，大的哭，小的闹，4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，总是乱七八糟的。他家就他一个孩子，整个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漂漂亮亮的。社区里有绿化，上下楼有电梯，家里有客房，阳台有花草，唯一的缺点是没吃的。我大半夜饿醒了，一口吃的没找到，连消食片都没找到，后来盯上阳台的小橘子树，盯了橘子半个小时，直到陈进路过阳台，瞧见我一声尖叫，他妈的有鬼啊！我愣住，回头看向陈进，陈进这才看清是我。不是，薛嫣嫣，你蹲阳台干嘛？哦，橘子，你要想吃直接摘吧。那天陈进吓得泪都出来了，我也哭了，抱着橘子感动的，这橘子真好吃啊，甜的。第2天，陈进带我出门买了菜，买了零食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薛嫣嫣，你不许大半夜不开灯不扎头发，阴森森的蹲在阳台了。我点头如捣蒜，感动地看着他，他对上我的目光愣了一下，好半天笑了一声。走吧，回家。那天回去，我做饭，做完饭写作业，写完作业给陈进讲题。陈进不在意，吊儿郎当地瞧着作业本，有一句没一句听着。后来他忽然想起什么，拿着我的身份证问我：薛嫣嫣，你都高中了，为什么才14啊？我想了想，才认真解释。我小学是跳级上的，我没上幼稚园，6岁直接上了1年级，1年级上完就转学去上了3年级，所以就比你们小了2岁。上那么急干嘛？我爸妈之前说16岁就要去打工了。我小时候就想，只要能赶在16岁之前考上大学，就不用去打工了。结果高中要学费，我爸妈还是要让我去打工。他们说外边不像家里管得这么严，我只要过去，14岁也能赚钱的。那天陈进沉默了很久，后来气急反而笑了，14岁，你爸妈也是人才。我国庆期间本来是想找兼职的，可是未满16，哪里都不要，最后只找到一个贴小广告的，贴1天80块钱。陈进没事，他也找了个兼职，抓贴小广告的。我干了半天，被陈进抓回去教育了半天，后来收班，我拿了80块钱，陈进拿了120。我瞧瞧我的80，又瞧瞧他的120，他挑眉把120揣兜里。我捏着80犹豫了一会儿，后来还是把80给他了。陈进，我请你吃饭。他愣住了，好半天接过80，陈进社区门口的沙县，2碗面，1碟子蒸饺，1碟子包子，40块钱。其他的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天吃得很饱。国庆连着周末，我一共兼职了6天，除去那天吃饭，一共拿到了440块钱。开学那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，因为我的助学金发下来了。我凑够了2000块，拿着钱数了一遍又一遍。后来去借陈进的手机，陈进问我干什么。我上高中的学费是借的，借我隔壁姐姐的，我得还给她。他茫然，你要还多少？1500。还完钱还剩500，那500块钱够我活1个月。这个月周末我还可以去找其他兼职。我缓过劲了，甚至还给自己换了新的书包，原来的书包破破烂烂的打了3、4个结，
新书包网上买的，20块，书包又大，装的又多。陈进那天瞧着我叹气，他和我是同桌，后来他还是经常给我带饭。他说他妈做的多带一点也不妨碍。陈进是个很好的好人，他妈妈也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因为国庆开学后，陈进给我带的每份饭里面都有煎蛋，那种特地煎好后撒上小葱花的煎蛋。后来的一个周末，陈进问我：“你这周回家吗？”我摇头，我妈不让。那正好，下午收拾一下，去我家。我们学校是标准的696制度，早上6点上课，晚上9点下课，一周6天课。周六下午上完课才开始过星期天。我5点放学就收拾好书包，就跟陈进走了。那天到了才知道，陈进堂姐家要结婚，提前1天晚上就开始做各种准备。我晚上跟着陈进帮忙，忙完了吃大锅饭，晚上跟着他堂妹一起睡。我半夜起来，才发现陈进在客厅坐着打游戏。我凑近，他瞧见我关了手机，问了句：“怎么了？你怎么不睡？睡不着？为什么？”他抓了抓头发，叹了口气：“我妈最近让我出国，她说我这成绩在国内混不出什么名堂。”他说完，垂头瞧着手机。我识趣莫继续追问，但那天回房间，只瞧着天花板，下意识想：等陈进走了之后，饿了是不是就找不到人吃饭了？第二天起了一大早接新娘，我和陈进堂妹坐一辆车，那是一个偏中式的婚礼，新娘明眸皓齿，凤冠霞帔。我看愣了，直到新娘的母亲笑眯眯塞给我一个红包，我那一瞬间知道陈进为什么要我来了。接新娘的小姑娘有200块钱红包，还有好吃的饭菜。那天陈进是伴郎团的一份子，身高腿长，一身西装，连发丝都是精致的。我嚼着糖，瞧着他站在高台之上，后来他下台冲我招手，我跑过去就被他塞了一把巧克力。走走走，背着你书包，带你去后台拿零食。他话音未尽，瞧着我乐了。谁给你搞的妆发？这小蓬蓬裙，扎俩丸子头，跟 cos 小乔似的。小乔是谁？一个游戏角色，还别说，挺不错。听不懂，拆一包巧克力，嚼嚼嚼。陈进有一段学习很努力，但努力了一段又放弃了，他太懒了。我依旧每天给他抄笔记，我上课做自己的笔记，下课帮他抄笔记。偶尔有空闲的时间，就啃着馒头看看书。我抽屉里塞了好几个馒头，饿了吃一会儿。高中那会不止我饿，班里其他人也容易饿。早上7点吃饭，中午12点才有第2顿饭，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很多10点多都开始饿了。学校馒头蒸的还不多，有时候我吃，陈进也来要一块，然后前桌也要一块，后桌也要一块。后来习惯了，我掰一块，剩下的馒头就往前传一圈，最后到我手里变成几根辣条，或者是半包前吃面。高中的生活是忙忙碌碌的，忙着写题，忙着刷试卷，各种练习册总是写不完的。日子过得很快，元旦过了不久，我高1上学期也结束了。虽然要过年了，但还是回不了家。我不想跟我妈怄气，可我还是想上学。那时候人小但有点固执，就是觉得只要上学，人生就不只有打工这一条路。我过年末回家，后来有个赶工期的厂子实在缺人，就留下了我，一天干12个小时，100块钱，我干了20天，给我发了2000块。年30那天，厂子放假，陈进来接我，他骑着电动车。小电动车绕过半个城，城边的河流冻上了厚厚的冰层。有人在滑冰，有人在放烟花，白日里的烟火不够灿烂，却也足够漂亮。玩了很久，
直到天色晚了，所有商铺都关门了。陈进带我去他家老宅子过年，陈进家是一大家子人70-80口一起过年。年夜饭摆了6桌，我混在人堆里，也没人管，更没人发现。后来到了拜年的时候，小孩跪了一片，陈进摁着我也跪。大人们挨个发压岁钱，也给我发。昏暗的院内，有人看着我有点迟疑，但还是发了。后来我听见有人问我怎么瞅那小姑娘眼生，谁家的小孩啊？那个啊，陈进带过来的，可能是他妈妈那边的表妹吧。我哪里是什么表妹，一时间红透了脸，握着一把红票票跑过去塞给陈进。他本来在研究怎么点烟花，被我动作吓了一跳。薛嫣嫣，你给我钱干嘛？这个是你们家的压岁钱，我不能拿。陈进把钱塞回我袄兜里，给你就收着，离远点，我要开始点火了。先是鞭炮，后来是绚烂的烟火，所有人都凑了过来。陈进揪住我的衣领，往后站了站。薛嫣嫣，许愿吗？新的一年来了，我想成为全校第1名。笨蛋，愿望不能说出来的。这样吗？我重新许一下。新的一年，我想像去年一样，开开心心的，陈进不走。事实上，人新的一年只能许一个愿望。第2个愿望不灵的，陈进高1那个暑假就走了。那年暑假我还在便利店打工，他过来买了一盒烟。我震惊，你居然会吸烟？他迷茫，虽然咱班都是好学生，但你不会觉得我也是好学生吧？我们班是校重点班之一，管得非常严。为了班级风气，几乎所有人都是考进来的，而陈进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被安排进来的学生。陈进那天在便利店门口抽烟，我问他吃饭了吗？我非常会烤包子，他要不要来一个？他说行，我给他烤了一个，烟摁灭了，包子烫手，他2只手来回交替的拿。后来包子凉了些，他就悠闲地坐在我旁边小口的啃。包子吃完，他优雅地擦了擦嘴，然后抬头，薛嫣嫣，多少钱？我摇头，不用，我请你。他笑了起来，后来摸了摸口袋，在桌面放了325块钱。那行，谢谢了，不过这个给你。我急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拿着吧。以后就见不到了，薛嫣嫣，再见啊。陈进说完就骑着电动车走了，我茫然地瞧着那钱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陈进是真的要走了。好久，感觉有一点难过，可能是因为以后没人给我带饭了。我高2那一年都没时没事，平时上课学习，偶尔有时间就去找点能干的兼职，找不到就找个图书馆刷题。人只要能吃饱饭，就总能活的。偶尔有时间，我也会抬头，城市里种了很多合欢树，粉色的花朵像流苏一样洒下来，香香的。陈进他家的洗衣液也是这个味道，凑近也是淡淡的香甜。我高3那一年，开学就看见了我妈，我妈想把我带回去，她说家里有事，我得回去。我不想回去，甩开她磕磕绊绊的跑去找了班主任。班主任拦住了他，班主任问他家里什么事？我现在高3，不适合请假。我妈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瞧着她的背影，莫名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很久之后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感觉不对了。高3寒暑假都补课，我没办法兼职。班主任也在每年的助学金的基础上给我申请了一笔学校补助，主要是免费吃饭，免学费。我1学期没出过校门，我妈一直没过来找我。高考那天，校车把我们送往了各个考点。考完第1门课，我出门看见了我爸。我爸那会想抓住我，我拼死挣开他，躲去了考点警卫室。
那天中午末吃午饭，我在警卫室我坐了2个小时，一步也不敢出，就坐在那边看书。直到那天考完，学校校车来接我，我才松了口气。我考了2天，考完的那天，我像是终于解脱了，就那模瞧着天空，湛蓝的天空。高考门口有好人发西瓜，我饿得吃了6块。后来我在回学校的路上又看见了我爸，在我记忆里，我很少见我爸，他总是在外面干活，偶尔回来一次，也是沉默寡言的一言不发。但我很怕他，他打人太狠了。如果我妈打我只是因为我不听话，我爸打我让我有一种他就是想弄死我的感觉。我那天还想跑的，但没跑掉，他跟拎小鸡崽子似的揪住我，丢上了那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。我喊了一声，被他打了一巴掌。有路人看过来，他已经把车门关上了。车门上了锁，我那天缩在车里，怯生生地喊了声爸。我爸面无表情地瞧了我一眼，老实点儿。车越走越远，穿过层层山路，我挤出来一个笑问，爸，我们去哪儿啊？不是不想打工吗？送你去嫁人。嫁人？我茫然瞧着车窗外，车驶向深山，窗外是密不透风的林子。我爸妈很聪明，高3毕业了，学校不会再管我了，即使我失踪，也不会有人因为我消失报警，再折腾找我了。我那天问了一个我好奇很久的问题，爸，我是亲生的吗？那为什么你和我妈都不爱我啊？他呸了一声，没良心的东西，爸妈养大你不容易，你家里有弟弟妹妹，你是老大，你不嫁人，家里哪来的钱供你弟弟妹妹吃饭上学？我上大学能给你们赚更多钱。别想那事儿，上了大学回不回来都不一定。那天车停下，我格外听话，听话的进屋，听话的陪笑，乖巧看着别人对我评头论足。后来有人给了我爸10万。我在山里老老实实待了半个月，天天早起做饭。后来有一天我起了一早，4点多，天暗暗的。我顺着山走最密的林子，家在北方，我往南走。追我的人以为我会往家里走，但我没回去。我揣着2馒头没日没夜往南走了4天。后来有2个来爬山的游客，他们瞧见了我。这一路上我想过我会死，但我最后还是活下来了。那2个人本来想把我送去警局，但路上我忍不住小声问他们有电脑吗？他们问我干什么？我说要查分，他们愣住了。后来那2个人收留了我，他们说一个刚高考完的学生不能是坏人，而且就算去警局，大概率也会被送回家，不如在他们家住2个月，到时候去上大学了就好了。那是一对青年夫妻，开了自己的公司，他们姑娘5岁，很乖，叫圆圆，我在那里就帮他们带孩子。他们双休，周六周末有时间就带着我一起出去玩。后来暑假一半的时候，他们说要出国谈合作，准备带着圆圆一起去看看，问我8月要不要一起去，可以帮他们照顾圆圆。我一瞬间目光亮了，办了护照，顺利拿了旅游签证。下飞机后，他们要去忙，我抱着圆圆去找了陈进。陈进的地址我知道，我没有手机，他之前给我写过信，信上说了。但那天我敲了敲门，陈进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我愣住了。他衬衫扣子扣了一半，腹肌若隐若现，脖梗还挂着口红印。他看见我懵了。薛嫣嫣？啊，哦，是我。我抱着圆圆，而他身后一个穿着漂亮蕾丝睡衣女人走了过来，一口流利的英语问陈进：“这是谁？”陈进一咬牙：“我老婆带着我女儿来看我了。”“我啊？”他说我啊。我吓得抱紧了我怀里的圆圆。我怀里的圆圆也懵了，吃的冰激凌的都不敢吃了。那女人蹙眉：“
你不是18岁吗？我们亚洲人结婚早。女人蹙眉一甩袖子走了，留下我跟陈进。陈进看了我一眼，一把把我扯进门，锁上了门窗，吐了一口气。圆圆到了屋里，就闹腾着下来，自己转悠。我瞧着陈进，忍不住开口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不，太是时候了。陈进红着眼眶，看起来都快哭了。嫣嫣啊，你哥差点被人强上了。哇哦，强制爱。薛嫣嫣，他气得很，我不敢再嘴贱了，认真的问，到底怎么了？我谈了个恋爱，我就是没想那么多，他给我表白，我同意了，他今天就说过来坐坐。然后呢？他也没说坐坐是坐我身上，还说要给我下药，他是练拳击的，我打不过他。差一点失了清白，陈进抱着头蹲在那里，彻底崩溃了。他是在这边待了2年，崩溃的事很多，但这么崩溃还是第一次。陈进当天就要换房子，我抱着圆圆跟他一起看，后来他换了另一个离他大学近的社区房子。他松弛下来，才逗起来圆圆，你哪儿偷的小孩？哟，刚刚还一口一个媳妇和女儿呢，现在变成我偷的了。陈进话被卡在嘴里，好半天才闷气道，薛嫣嫣，你现在倒是越来越会打趣人了。我没回答。后来傍晚的时候，圆圆父母来接我们，陈进抱着小孩要请他们吃饭，说异国他乡遇见不容易，他是一定要请的。我不在意，我只在意什么时候开饭。那天吃完饭，陈进加了我微信，加完他感叹，这么久终于有我的联系方式了。不是之前不想加，主要之前我没手机。他带我玩了2天，我们就回去了。8月底是夏日最热的时候，圆圆父母给我准备开学要用的东西。走之前，他们塞给我2000块钱，我想拒绝，他们收留我2个月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后来他们还是给我塞行李箱里了。我跟圆圆告别那天，圆圆哭了。小孩子不懂离别，他只知道明天见不到我了。我大学考得不错，虽然不是顶尖的清华北大，但也是非常不错的211。原来的高中给我申请了一笔助学奖金，5万。我大学拿了2年奖学金，2年助学金，还参加了学校勤工助学的岗位。大2的时候开了个网店，帮人做 PPT 写检讨。虽说赚得零零散散的，总也够花了，还攒下来了一些。我跟陈进很少聊天，但陈进经常给我寄过来一些吃的。直到我毕业，他要了新地址，还经常寄。我毕业末再回当初那座城市，去了上海，最繁华的大都市，连空气都是金钱的味道。我再见到陈进已经是工作1年以后了，他是来出差的。他那时候来找我吃饭，我请客，他对着我比划，不是才21吗？怎么感觉长这么大了？你说呢？都21岁了。那天吃完饭，他嘟囔着太肃静了，拉着我去逛商场。一进商场就是金店，他瞧了瞧，后来挑了个镯子。我震惊，你疯了，一见面送镯子？他不满蹙眉，你在上海穿这么素净干嘛？瞧瞧别人家的姑娘，哪个不是穿金戴玉，口红都是香奈儿的，你呢？那怎么了？我买短袖9块8，还有运费险。他气笑了，薛嫣嫣，你有病吧？9块8，你吃外卖都点不起拼好饭。我没说话，他又自顾自挑了几对耳环，4、5套衣服，然后刷卡结账。薛嫣嫣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打扮得好看点。在上海以后要找男朋友，要嫁人，不至于给人看低了。我垂头瞧着鞋尖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后来我送他去机场，一个人拎着鸡袋子衣服回家。我到家把衣服挂起来，我伸手瞧着手腕，
金色的镯子是很新颖的款式，不会因为黄金而显得土气，反而更显得华贵。我把镯子收起来，耳环收好，才换衣服。这套衣服其实也是我特地买的，300块一整套的裙子带外搭，还算好看，但品质一般，跟陈进2600一套的裙子没法比。陈进人挺好，眼光也不错，但站得太高了。小时候不知道陈进家什么概念，只知道陈进家里有钱，家里挺厉害。陈进高中的时候，他爸妈怕他学坏，限制他花钱，连饭都只让他从家里带饭。那时候他跟我一起兼职，我还总觉得和他距离不远。现在想想，在学校我喊一声陈进，出了学校我得喊一声陈总。而陈进今天一天就花了8万。我茫然瞧着那些衣服，陈进是对我挺好的，可如果我喜欢陈进，那不叫感谢，那叫恩将仇报。一点隐晦的小心思终究幻灭了。我有时候挺希望陈进是个穷鬼的，这样我就能从天而降的去拯救他了。可以自豪地跟他说，你跟着我，我养你，我1个月2万多呢。可陈进不是，我也养不起。我每天上班下班，大约是上海的缘故，陈进经常来出差，我每次都请他吃饭。偶尔他朋友也回来，10几个人坐一大桌，我不在意，他们聊天，我认真吃饭。后来陈进谈了个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喜欢来上海逛商场，我就请他和他女朋友和他的朋友和他女朋友的朋友一起吃饭。后来所有人都知道陈进和我关系很好，但是没人怀疑过我们俩。因为陈进对我真的就是妹妹，他看我的目光毫无邪念。虽然是我请客，但稍微大一点的场合都是他买单。很久以后，我不惦记陈进了，也谈了场恋爱。我男朋友叫廖星，是我的小组长。廖星和我一样，都是在上海打拼的3无人员，无房无车无户口。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很好，从我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了，他很温和，情绪稳定。我在这边1年多，就没见过他生气。我喜欢温柔细腻的人，这种人本身就让人觉得舒服。我跟廖星谈了半年，陈进见过几面，说我眼光还行，找的人不错。可最后我跟廖星还是分了，他对我很温和，对别人也很温和。我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有感情了，反而越来越没安全感。我们性格不合适，在一起也累，后来索性就分了，我也辞职了，从上海辞职去了深圳。陈进给我打电话安慰我，别太难过，恋爱就这样，分分谈谈，总能找到更合适的。我隔着电话有些丧气，陈进，我不想谈恋爱，也不想结婚了。总觉得就算是结婚，也不会有什么爱情，互相凑合罢了。想到这么互相应付一辈子，还不如单身好了。他沉默良久才开口，那时还没碰见合适的。哪有什么合适的？我挂了电话，更加丧气。我真的不对我的恋爱抱有什么期待。我在深圳待了半年，陈进来过几次，大约是安慰我失恋。他过来时送了我一套卡地亚首饰，我开始默认出来，随手放在门口。陈进无奈瞧着我，薛嫣嫣，你收好一点，那一套20几万。我吓得过去抱着首饰盒子，恨不得供起来。不是，大哥，你送我这么贵的东西干什么？我来之前也不知道你连卡地亚都不认识啊。我寻思都这么贵了，女生都喜欢呢。得嘞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抱着盒子，忽然又笑了起来，谢谢啊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他避开我的目光答道，结不了，分了。我懵了，啥原因？太烧钱了，他1个月最低花几十万，谈不下去了。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，毕竟我这一周996，1年到头也才赚20-30万。
我甚至觉得非常不错了啊。薛嫣嫣，你下周6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还记得我堂姐吗？她当时结婚你去接亲过。我点头，我记得，那个特别漂亮的姐姐。我堂姐下周6她女儿满月宴，抽个时间去参加一下吧。在哪儿？北京，她2年前就调到北京工作了。行，穿好看点，别穿你那9块6还包运费的破短袖。得嘞，您放心，这套首饰也带上。算了吧，20几万呢，丢了我能心疼死。带上，丢了给你买新的。陈进走了，我看着那首饰发呆。卧槽，就这20几万，明明可以直接抢的，还送我几个铁片。陈进堂姐生日那天，我提前1天就赶飞机去。到地就看见陈进站在门口抽烟，瞧见我挥了挥手。这边，他开车很稳，但可惜走了一半堵在了高架上。据说是7车连环追尾。我为了不耽误工作，昨天晚上通宵做完了专案。今天本来就迷迷糊糊的睁不开眼，现在一堵车，坐在副驾驶就开始犯困。后来没撑住，直接睡着了。我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只觉得天色暗了，一睁眼就发现在地下停车场了。我茫然扫视四周，陈进正坐在我旁边，戴着耳机打游戏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4个小时过去了。到了吗？我声音沙哑地嘟囔了一句，你怎么不喊我？看你睡得太香了，昨晚什么时候睡的？这么困。我疲惫地瞧着窗外，通宵。怪不得，走吧，去我家睡。哎，这不是你堂姐家吗？我家也搬北京了，莫告诉你吗？我大惊，啊？叔叔阿姨在吗？我没带礼物。没，这个是我自己的房子，就我自己。我安心了，跟着上了楼，在电梯里还是困，知道进了房子。整个房子偏冷色调，黑白为主，干干净净的。客房莫收拾，你先睡我卧室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自个收拾。也行。我撑着困意去次卧，打开一看，果然很空，连被子都没有。还有被子吗？在柜子里。被套有吗？我卧室的柜子里，等我一下，我帮你装。陈进装完被子就去洗澡了。等我折腾着铺好被子，反而不困了，缩在沙发上看电视。陈进洗完澡穿着睡衣出来凑近。我抱着薯片一回头吓了一跳，你离我这么近干嘛？抢我薯片？他愣住，发丝还有残存的一点水迹，水迹化下，他闷声笑着。薛嫣嫣，你他妈就会护食是吧？哼，护食怎么了？我拿着薯片嚼嚼嚼。陈进在沙发旁拿了凳子坐下，别动啊。我不懂他要干嘛，但识趣的莫动。他取下我的发夹，指尖在我发丝绕动，他没碰到我，但是发丝间的感觉很清晰。在干石磨？扎头发，我前2天刚学的晚发簪。别扎我头皮了，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笨？发簪完好了，我起身照了照镜子，回头对他竖起大拇指。好手艺。薛嫣嫣，去换上那身旗袍，我一会儿带你出去吃饭。哦。我衣服换好了，月白的旗袍配套的是一双镶钻的尖头高跟鞋。我对着镜子走了2步，这衣服真适合扭起来。我对镜欣赏好半天，直到外面起了脚步声，我喊了一声，陈进，帮我拿一下那套卡地亚。但话音刚落，我听见一道尖锐女声，陈进，你屋里的是谁？哪个小婊子勾引的你？我就知道你跟我分手肯定不只是因为钱，我明明之前花你那么多你都不在意的。方田，出去，
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不出，我倒要看看你屋里是谁。我要的卡地亚你不给我买，你买给别人。出去。但陈静默拦住人，卧室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方田懵了，你房间里的人呢？我刚刚明明听见有人说话的。方田打开衣柜没有，床下也没有，门后也没有，一圈都找过来了，居然都没有找到我。方田气呼呼走了。陈静锁了门，进房间，打开一道不起眼的小门。我缩小门后拎着鞋快哭了，吓死我了。陈静气笑了，小心把我拉下来。薛嫣嫣，你躲在空调外机上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方田一进来，我感觉我像个偷情被抓包的小三，躲起来才对。我和方田分手了。我拎着鞋泪眼婆娑着说，对啊，我跟你也没关系啊，为什么我要躲起来？谁说没关系？啊，我真是小三啊！闭嘴，我分手了，你也单身，哪来的第三个人？我迷茫，挂机的大脑理不清这一切。陈静不解释了，叹了口气，走吧。去哪儿？我重新订了一套巴宝莉，比较适合旗袍。为了第二天周岁宴，陈静又带我做了个头发。折腾了很久，回屋又是半夜，我困得睁不开眼。走了一半，被他揪住了后领半提溜着，直到回了卧室。我去次卧，又被陈静提溜回了主卧。他悠悠叹了口气，次卧床是坏的，你睡我房间，我睡沙发。哦，我锁了门，睡熟了。睡到半夜，我忽然惊醒，打开门，走进沙发，陈静瞧见我，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：你怎么还不睡？我挠头，陈静，你白天那话什么意思？那一瞬间，陈静也惊醒了。黑暗中，他瞧着我，好半天才答道：没什么意思，我随口说的。我吐出一口浊气笑了，吓死我了，我刚刚忽然反应过来，还以为你白天那是跟我告白呢。我起身想走，但刚站起来被他拉住了手腕。薛嫣嫣，我站住，莫回头，也莫说话。薛嫣嫣，次卧床没坏，我就是想让你睡我房间。哦，我垂头瞧着地面。薛嫣嫣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莫想和你那什么，我只是一想到你睡我房间，我就会莫名其妙开心。一想到明天醒来能看见你，我就开心，我感觉你在这儿，不是以客人的身份。陈静，你不想和我一起睡？我低头瞧着他。他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反驳，我不是。那一起睡呗。他定住了，好半天我听见他笑了起来。薛嫣嫣，你这么聪明，你早知道的对吗？不是啊，你又没说，我怎么知道？只是见面次数太多了，我就在想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也有点喜欢我？那你为什么要谈恋爱？为什么还要把男朋友介绍给我？你怎么能欺负我？薛嫣嫣，不能连你也欺负我。你也有女朋友啊？他不是，我什么也没做，我不喜欢他，我那时候都不懂喜欢是什么，我只是害怕要谈恋爱的那种感觉，想试试能不能摆脱。陈静，我特别喜欢你，别躲，不怕。那天宴会结束了，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陈阿姨了。陈阿姨瞧见我的一瞬间就认了出来。薛嫣嫣是吗？阿姨是我。好久不见，阿姨您现在气质也是越来越好了。陈阿姨笑了，其实陈静随她妈，干干净净的长相，眉目间带了点傲劲。陈阿姨问我，什么时候有时间去家里吃饭？我笑得开心，阿姨，当初谢谢您的饭菜和煎蛋了。哦，那个煎蛋，我差点忘了，那个是陈静煎的，她似乎觉得自己做煎蛋丢脸，
还不许我跟别人说。妈，你们在聊什么？陈进走近，勾住我的肩膀。陈阿姨瞧了瞧他，又瞧了瞧我，最后笑了。有时间把人带回家吃饭，小姑娘还惦记当初的煎蛋呢。陈阿姨走了，陈进懵了，好半天，侧头蹭了蹭我的发丝。薛嫣嫣，我回头踮起脚，勾住她的脖子，凑过去亲了一口。她脸红透了，你干石磨，流氓！你不喜欢？那我下次不亲了。喜欢。陈进拉着我，在无人的角落，喘息之间，他抱住我。薛嫣嫣，我怎么没早点跟你谈恋爱呢？早点不行，那会没钱，纯恶。你就算脱光站在我面前，我也只会想我中午去哪儿整点饭。他闷声笑了起来，下巴压在我颈窝，手指与我十指相扣。我爱你。翻外衣，陈进日记。陈进很少写日记，他从来不知道写日记的意义是什么。直到后来出国了，他翻看自己的日记本。9月1日，天气晴。高一开学的第一天，调座位了，我的同桌瘦瘦的小小的，套在不合身的衣服里。他说他叫薛嫣嫣。9月15日，天气阴。薛嫣嫣看起来要饿死了，我把自己的饭分给她了。老妈说我要学着做好事，这应该算是好事。9月18日，天气小雨。今天开始下雨了，薛嫣嫣饿得吃了2件胃和消食片。我本来是怕她今天吃撑给她拿的，毕竟我把家里所有能吃的都给她带过来了。结果她还是没吃饱。9月19日，天气小雨。我妈夸我最近会学着做家务了，说我把家里东西都收拾了一遍，干净多了。哈哈，事实上我只是把家里所有能吃的都给了薛嫣嫣。但我妈开心就好，我挺怕我妈生气的。我初中的时候打架斗殴、吸烟泡网吧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爸妈都觉得我学坏了。为此，高一他们就把我塞进了重点高中，我妈每天待在家里教我学习。他们停了我所有卡，不给我1分钱，只能每天带饭去学校。我没钱给薛嫣嫣买零食，只能给她多带点饭。我妈问我为什么带2份饭，我小声解释，太饿了，1份饭不够。我不敢跟我妈吵架，我现在如果跟我妈吵架，不只是我会饿肚子，薛嫣嫣也要饿肚子。她本来就瘦，再饿几天就该饿死了。所以我不敢跟我妈吵架，而我妈觉得我乖多了。而我只想哭，我为什么小小年纪就要养薛嫣嫣啊？10月1日，天气晴。在火车站捡到了薛嫣嫣，这大约就是我的命吧。国庆日爸妈在海边玩，我在家里听着薛嫣嫣给我讲题。10月2日，天气晴。薛嫣嫣找了个兼职，我怕把人弄丢了，索性也找了个兼职。初秋还热得很，她贴了半天小广告，脸都晒红了，我把她抓回来歇了半天。那天晚上，她举着80块钱要请我吃饭，一句话给我干愣了。那感觉就像我养了没几天的小孩，居然也要说报恩了。11月8日，天气晴。堂姐要结婚了，那是我最漂亮的堂姐，也是最喜欢我的一个堂姐。那天堂姐跟我说，我带来的小姑娘蛮可爱的，出门要下楼梯，怕她摔跤，一直扶着她走。我听得想笑，那小蘑菇一样的人也会扶人。宣誓结束，我就去找薛嫣嫣了。薛嫣嫣也被妆娘上了妆，半扎2个小丸子，一身的蓬蓬裙，乍一看像宝莲灯里的哪吒，再一看像王者里的小乔。她嚼着巧克力，开心地把剩下巧克力塞进书包里。8月13日，我要走了，老妈给了我500块钱，让我去请之前的朋友吃饭告别。
我请他们撸串吃了175块，吃完以后我去找了薛嫣嫣。后来我拿出剩下的325块就后悔了，早知道不请他们吃饭了，万一以后薛嫣嫣没钱吃饭怎么办？番外2日常。我不明白陈进为什么喜欢首饰，后来他戳了戳我脑门。你是不是傻？首饰又不是夫妻共同财产，那些永远都是你的。太多了。这才多少？我姐他们一条项链都几百万呢。你这才多少？过来，让我抱抱我老婆。我被她整个抱在怀里，才听见她的叹息。宝贝，你本来就没有家，我不能再欺负你，我们该是什么是什么，该买的该送的，从谈恋爱到结婚一步都不能少。你不想戴就放在那里当摆件，但我不能不买。好肉麻。宝贝儿，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